大家好，我是绵阳。最近几期菜真的是太难了，所以我这次决定做一个简单点的，这个就是本期食材。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想做鲍鱼了，但主要是它太贵了，随便一斤就几千上万块钱。这次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卖家，他肯单卖给我。哇哦！我把市面上最有名的4个品种全部买回来了，这里面有贵的，也有很贵的。你们可以先猜一下哪个最贵啊？干鲍不能沾油，所以我特意洗了头，还戴个手套。我们先来看这个最大的南非鲍。南非鲍呢，它的个头比较大，然后它这个裙边也会比较厚。这一只呢是2头的，鲍鱼几头的意思呢，就是它几只1斤，差不多半斤。这一只呢是1000块钱，也不是想象中那么贵。这一只也是1000块钱了，它就是大翔哥之前吃过的日本网鲍。它的特点就是呈椭圆形，然后这个边也比较薄，切开的话呢是会有网格的纹路，但是这个有没有现在也看不出来，只有煮了之后才知道。这只是61克，刚好就是8头的，但是日本的网鲍它是按司马斤算的，这样算起来的话，它1斤就是1万块钱。这个就更小了，这个是日本的极品鲍。极品鲍它的特点就是腰圆背厚，而且它2头是翘起来的，你看像一个元宝一样。因为它是吊起来晒的，所以它这个中间会有一条线痕。我这里面居然还有线没有扯干净，你看。我们来称一下，一个只有17克，它这个也是按司马斤算的，300块钱一只。这样算起来也要1万块钱一斤，还没个金霉素眼高大。最后这个是日本的倭麻鲍。它和日本极品鲍、日本网鲍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3个鲍鱼的品种。这个不是很好买的，就是整个某宝都没几个卖家在卖，它会比极品鲍更薄一些。极品鲍呢，它是竖着晒的，所以它这个线孔是呈这个形状的，而这个倭麻鲍呢，它是斜着晒的，所以它每边都有一个线孔。这个一只是14克，按司马斤算差不多就是40多头。这个一只是250块钱，所以说这3种都是1万块钱一斤。这个是2000块钱一斤，没想到吧？我现在先用网上的方法来检测一下这个鲍鱼的质量，拿手电筒照一下，看它是不是很通透。如果是用死鲍鱼，然后再去晒干的话，就不会那么通透。我要专门买一个警用强光手电。太危险！哎，从小的照起。哇，你看这个好通透啊！哦，这个也很通透哎。哇，看这个最大的。可能因为2头的太厚了吧，我现在拿去泡了，越大的要泡的时间就越久，所以我们先从小的开始泡起，泡到第2天、第3天的时候，哦，说错了，走吧。哎，等等，由于食材昂贵，过程繁琐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进行了严密的部署，代号鲍鱼计划。第1天，先让最厚实的南非鲍入水，全程不能沾油，此时沙囊还未取出，每隔8到12小时必须换水1次，否则会变成臭鲍鱼。第2天，日本网鲍下水，我的推算果然没错，此时的南非鲍大约泡发了6.39%。第3天，2小只下水。第4天，小鲍比预料中更容易泡，已经可以稍微掰弯，不料大的依旧坚若磐石。目前局势尚在掌握中。第5天，改换温水继续泡。第6天，小的已经完全泡好，弹性十足，可以对折，用牙签能轻松刺穿，这时候就可以拔掉嘴巴，去除沙囊，再把裙边刷干净。大鲍鱼也是同样的处理方法，只不过，照这个情况，至少还得泡3、4天。本想以此为借口偷懒几日，但100万 UP 主的荣誉时刻鞭策着我，不能辜。卖家要我再煮半个小时，然后放到冷却，一共重复3次。第7天，今天2只大的都可以轻松刺穿了。泡发后的鲍鱼明显大了1圈，但没有网上说的几乎大1倍那么夸张。干鲍之所以贵，就是因为晒干后浓缩了风味，想体验这独一无二的感受，就必须耐得住寂寞。只不过这只怎么有点怪味啊？这不会坏了吧？不过等下我切开以后会是黑的吧？卖家建议我再用葱姜水煮一煮，趁这段时间我正好去超市买配料。配料就买了200多，还好今天碰到超市打折，省出了1杯咖啡钱。材料不是固定的，只是这些刚好比较容易买到。你想加乳猪、烧鹅、烧鸭都是可以的。给鸡爪剪指甲，把母鸡分4块，全部冷水下锅，煮开之后倒掉，然后再冲洗干净。
鲍鱼胶质多，容易糊底，所以一定要隔离隔离，就加个碟子也是可以的。再依次铺上排骨、鲍鱼、母鸡、猪脚和鸡爪。为什么一定要按顺序啊？因为煮沸的汤是旋转翻滚的，鲍鱼在中间就能充分吸收上下两面的食材精华，而底部的高温也不会伤到鲍鱼。铺好后加水，盖起来煮开，煮开捞浮沫，然后转小火，再盖起来熬14个小时。等待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这该死的香气。刚吃完饭，我又干掉了一碗泡面、一包辣条、一根香蕉、一个面包，就连那晚的梦也飘着香。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熄灭熊熊燃烧整夜的忘记我是电子灶了，没火。现在还不能吃，再焖4个小时，让味道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。此时锅内浮起一层油脂，大件的整鸡被熬成了鸡丝，猪脚和鸡爪被剥离了胶质，肥硕的鲍鱼光滑紧致。这个怎么黑了？刚刚跟卖家联系了一下，他说他之前在酒店后厨也见过这种发黑的情况，但是具体原因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之前每一步泡发什么我都有发图给他看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他说他一般会炖24个小时，所以我这个应该是时间还不够。又炖了12个小时，现在汤只剩一半了。再来看看鲍鱼，这不还是黑的吗？卖家还是说问题不大，我现在也只能相信他了。把鲍鱼包上保鲜膜，在一旁放2个小时，这样能更好上色。再把汤渣过滤掉，这时候会有一层厚厚的油，可以等冷却之后把它刮掉，或者用油汤分离器。美食博主家这是什么都有呢。接下来用中大火收汁，滚滚汤汁在锅盖的压迫下蠢蠢欲动，揭盖的刹那，成吨的浓香如脱缰野马肆意奔涌，伴着满屋朦胧的热气，我仿佛住在梦幻的仙境。一般鲍汁颜色都很深，是因为加了蚝油和冰糖。我自己在家做，颜色就不讲究了，但味道绝不能将就。收汁前取适量高汤，用名贵稀有的金华火腿，配上鲜甜个大的北海道瑶柱，蒸上足足3600秒，用这个汤汁调出天然的咸味，刷一波讲究好吗？有很多老配方会在熬汤之前就放火腿，那样咸味不好控制，重味最好是最后再加。把之前冷却上色的鲍鱼放入这滚烫的鲍汁中，让它好好沐浴这股精华，由内到外反复浇灌，咸香而温暖。鲍鱼厚实的身躯稳成湖人，紧实的肉质柔软喜人，粘稠的酱汁晶莹诱人，浓厚的浓香咄咄逼人，连续9天磨死个人，下次一定。你还是不是人？要切了，做了1个多星期，这要是翻车，好软啊，一刀到底，明显能感觉到它在粘刀。看，是糖心，还是这么大一片的糖心。糖心是鲍鱼的最高级状态，鲍鱼肉厚，风干后外表干了，但中间还没有干透，这样鲍鱼在储藏的过程中就会慢慢自溶，产生糖心。所以理论上说，个头越大，放得越久，就更容易有糖心。这个2头鲍这么大，所以糖心面积也大。这味道和鲜鲍那种 Q 弹的口感完全不一样，每一口都会粘在牙齿上，越用力嚼就越粘牙。除了鲍汁那浆糊般浓郁的鲜美外，还有一股明显的烟熏味。再来一小口。再试试最名贵的网鲍，这个更粘，刀都粘在上面了。没有糖心，也没有网纹，应该是存放时间不够吧。与南非鲍相比，网鲍的滋味瞎眼可见的丰富，入口是鲍汁的咸味，接着有复杂的海产味，像瑶柱的鲜，但要浑厚很多，多嚼几口就会有一丝明显的清甜窜出。如果它存放的时间更久一点，如果它还有糖心的话，肯定更贵。2只小的是没有煮过的，理论上说风味会更棒，但小的是不容易出糖心的。运气不错啊，小窝麻也有明显的糖心哎，极品也有糖心啊！之前好怕买到假的或者做翻车，悬了半个月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。可能是它存放的时间更长，窝麻的风味比网鲍更浓，而且它是最软的，也是最嫩的，轻轻一咬就到底，汁水喷涌，闭紧嘴巴吃也会吧唧吧唧的，太好吃了这个。试完了4个品种，我觉得最好吃的是窝麻。窝麻是我磨纸老板从他的原装礼盒里面拆散了卖给我的，所以贵一点。如果买半斤装的礼盒，每只价格在200之内，也很贵了，毕竟只有这么点大。自己吃的话，我觉得20头左右的南非鲍就很好，几10块钱一只，个头合适，味道也好。真的别买太大的，不容易泡发，味道其实也没有太大区别。2头的这种感觉用来送长辈或者领导比较合适，自己在家弄个2头鲍，就着刀叉吃，做作的发一个朋友圈，我们一般形容这种人叫。最后记得要把剩下的鲍汁放进冰格里冷冻，
没事抠一粒出来拌饭吃，美到哭泣。刮出来的油汤也要留下来炒蔬菜啊，香到流鼻涕。另外炖鲍鱼最好是用砂锅，我本来特意买了个大的，结果电陶炉居然用不了。卖家说我的鲍鱼发黑，很有可能就是容器的问题，这个我不背啊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啦。最后祝考研的同学成功上岸，看完视频也别忘投币点赞。